Hello YouTube，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呢来到今天这一集视频啦。那我是尊山，今天这个视频呢主要是跟你探讨，假如你觉得你的工资很低的话，要怎么办才好啊？为什么我今天会突然间想要拍这个 topic 呢？因为我最近呢就有跟朋友去聚餐呢，就有聊到说。最近的这些 fresh grad 啊，刚刚毕业出来的工资呢，都是差不多在2000到3500之间的。那这一笔数目呢，其实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那我们要怎么样最大化的管理好这一笔资金呢？那今天呢，我将会在这个视频里面呢，跟你分享一些我小小的经验和看法，来帮助你。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啦，好不好？那第一点呢，我会去制定我的预算。那要怎么样去制定我的预算呢？我会把我每一笔的开支呢都记录下来。当我每一次给钱出去的时候呢，我都会马上记录在电话或者写在书本里面。这个是我的方法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控制我们的预算呢？这样子我们每个月才不会花超过一个指定的数目，我们才不会乱花钱，从而达到储蓄的这个效果。那第二点呢，也就是优先储蓄的习惯啦。那什么是优先储蓄呢？也就是说，每一次我拿到这一笔薪水的时候，我就会先设定个28%的 amount。假如说我今天有2500块的薪水的话，每个月我就会先拿500块去存起来，先放进我的储蓄户口。那我相信在场各位呢，如果你是只有一个银行户口的话呢，那你可以去开多几个银行户口啦，来当做是你的这个储蓄银行。那这个方法呢，可以避免你随便乱花多过你的钱，然后呢，这个钱呢，你也可以达到储蓄的效果。每个月存一个500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来的。那如果你觉得28%太多的话呢，你可以选择降低那个8%率啦，总比好过没有开始储蓄会来得更好。那第三点呢，我会建议你开始建立你的应急储备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emergency fund。那这个 emergency fund 呢，要存多少个月呢？大概是6到12个月，能够支付你的生活开销的一笔费用。那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 emergency fund 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哪一天假如说你被裁员啊，或者是你裸辞没有东西做了，突然一时之间，或者是说你去看个医生回来，你需要一个庞大的费用的话，那这一笔 emergency fund 就是可以是时候派上用场啦。那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很多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没有紧急储备金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他们的投资等等的项目，又或者是他们乱的随意花钱，没有这个储蓄的习惯。那我会建议你们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习惯呢，在长期下你会看到更好的效果在你的资金方面。所以紧急储备金一定要有至少6到12个月的这一笔数目啦。那来到第4点呢，也就是尽量减低你的债务啦。那你可能会有一些疑惑，我刚刚出来社会会有什么债务呢？那非常简单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信用卡。那很多人呢，他就会无节制的刷信用卡嘛，但是呢，那一个信用卡利率是很高的，如果你没有准时还完的话，那要怎么样减低呢？也就是每一个月呢，准时的还款，清掉你的信用卡债务，这样就没有烦恼啦，也不会让你的这个利息一直在还冤枉钱一直在让你还这个利息这样子。So 一定要控制在你的可消费的数目范围，也就是刚刚我第一点告诉你了，制定你的预算，控制在这个范围里面呢，你的 credit card 就不会刷超出你赚的钱啦，好不好？那第5点呢，也就是增加你的收入，减少你的开支。那要怎么样增加你的收入呢？打个比方，你可能可以去打一些 part time 啊，或者做一些 freelance， 或者是去提升你自己的一些技能，让你在工作上面的薪资可以提高。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增加你的收入啦。那要怎么样减少你的开支呢？减少开支的方法很简单，就是 track back 回去你的每个月的开销，然后呢看一看哪一个部分的开销是最高的。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吃的地方觉得开销很大的话，那如果你现在是外食的话呢，不妨你可以考虑一下在家里自己煮啊等等的，自己准备食物，这样子是不是节省了一笔开销呢？又或者是如果你有在订阅一些平台，像是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还是一些等等的这一些娱乐平台
那不妨你考虑一下，如果取关的话呢，你会不会在这里省了一笔钱呢？呀，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减少你的开支，因为这个呢可以大大的帮助你离你的这个财务目标越来越近哦。第6点，也就是开始设定你的财务目标，我们说的 financial goals， 是为什么你要有一个财务目标呢？这样子哦，你在存钱的路上呢，才不会迷失方向。你每个月控制自己那么辛苦，对吗？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习惯，那你存来这一些钱可以来做什么呢？那设定个目标呢，财务目标呢，你可以设定成短暂的或者是长期的。呀，是我所谓的短暂呢，我自己定义成一个可以让我去旅行啊，或者是请家人吃一餐美好的啊，或者是等等的，这个我就叫它为一个短暂的一个财务目标。那长期的财务目标的话呢，就会是可能买房啊等等等等的投资计划啦。那假如呢说你是已经拥有建立好了这个紧急储备金的情况下呢，那多余的钱呢，我会建议你来为你的未来开始做投资。那投资呢，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来投资呢？这里会建议你成为一个长期增长型的投资者啦。你可以投资在股票啊、债券啊、基金啊、期权啊等等的这些投资项目。但是呢，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 before 你进行每一个投资项目之前呢，它的风险是什么？你能不能承担这个风险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且在任何投资项目之前，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紧急储备金了，才开始你的投资哦。那如果你是想要建立这个技能的话呢，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投资在股票啊，还是期权的话，或者是投资小白不知道怎么开始的话呢，欢迎你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box 里面的那一个链接，联系那个号码，并且告诉他你想要学习投资，他就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啦。好，那希望这一集的视频呢，可以大大的帮助到你，并且呢，让你离你的财务目标越来越近哦。理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如果没有理好财，那将来呢就会非常辛苦啦，好不好？那希望呢你们会喜欢这个视频，并且也能帮助到你。记得点击 subscribe， 还有打开那个小铃铛。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